在大多数人的认识中呢，人只有5种感官，因此呢，当出现一些科学无法解释的事件的时候呢，我们就会认为这是一种怪异的现象。那有一位女气功师呢，她可以样貌青春永驻，而且号称可以与神灵沟通。她凭空呢就可以变出疗愈身心灵的神水，受到了万千支持者的追捧。她是第一个被官方认可的日本女气功师。她的身上究竟有什么秘密呢？世界上到底有没有那种超能力者的存在呢？让我们进入今天的故事日本第一女气功师。以下的故事呢非常玄幻，大家理性观看。Hello， 大家好，我是宇哥。Hello， 大家好，我是小唐。节目从这期开始呢会进行抽奖活动，详情请见节目最后介绍哦。气呢是生命的精华，千百年来呢，东方的武者与禅师都将气的概念呢运用的炉火纯青。气功的核心呢其实就是外气，而气功修炼到一定程度呢，就可以将外气排出体外。而外气的威力很大，既可以去除疾病呢，也可以用来静心修行。气功在传说中有意念移动空间转移等等，这对于普通人来说呢，简直就是不可思议的事情。那普通人可以获得这样的超能力吗？在特异功能的力量当中呢，最具代表性的一般有4种，一个是瞬移，还有穿越时空，意念呢将勺子弯曲，穿墙等等。不过在大多数人看来呢，超能力者呢终究是一种幻想而已，在现实中呢并不存在这种能力，有的呢大家只认为是一些戏法和幻术而已。但100多年以前呢，在日本就有一个女人呢是被公开承认的，她是有超能力的人，并获得了认可。她就是日本最强的气功师拥有超凡力量的长南年惠，也是有史以来呢最早被公认为拥有特异功能的人。在1863年的12月6日呢，是长南年惠出生在日本山形县的日期。那个时候呢还没有小学，因此呢她也没有接触过文化知识教育。因为她是个女孩呢，所以她从小就专心在家里帮着大人干活。后来她长大了呢，行为就变得有些怪异有的时候呢，人们能从年惠的这个嘴里听到一些大家闻所未闻的东西，甚至呢，年惠还会下意识的手舞足蹈，如同巫婆一般在原地打转。在吃的方面呢，只要不是吃的是地瓜呢，她一般都会吐出来，也很少会有排泄的动作。即便是辛勤劳动了一天呢，她浑身大汗淋漓，但是她的头发、皮肤呢，却始终看上去像是不染尘埃的样子，干干净净的。到了25岁呢，她的面容还是和15岁的小孩一样的年轻。当然了，这个说法呢，并不能让所有人都相信但是慢慢的，年惠发现她竟然可以凭空的提取出一些水来。当村里人都知道了年惠拥有这样的能力之后呢，当时大家都不相信嘛，想要亲眼的见证。于是呢，大家就把这个年惠锁在了一个空空的什么都没有的房间里面，放了几个空瓶子而密封好。房间里呢也没有任何的水源，就让这个年惠呢用她的特异功能来变出水来。那年惠呢，在自己的这个祈祷下呢，把屋子里面的空瓶子居然都装满了水，而且那些瓶子是密封的。那从那以后呢，认识年惠的人都将年惠就当成了一位真正的通灵师。在那个时候呢，人们把年惠提取出来的这些水呢，叫做神圣之水，而且大家还声称呢，这个水呢还具有疗愈疾病的作用。所有的人呢都称年惠是被上天眷顾的人。可是更多的人并不相信这是真的，他们都认为呢，这就是年惠所变的一种戏法而已。同样呢，这一消息传出迅速就传到了警局那里。当时的警局就对年惠呢进行了严密的监视，因为疗愈救人嘛，这种事情从古至今呢都是很重要的事情。在当时的日本呢，是西方文化盛行如果没有正式的行医资格证呢，用这种特殊的方法来帮助别人那就是违法的。所以很快呢，年惠就被捕了。不过那个时候还有许多人把年惠的能力呢视为超乎常理的现象，就连警方呢也如此认为。在警局的关押期间呢，年惠曾数次的利用他的特异功能将一个空瓶子里面装满了水。那这个消息呢，已经在警局就引起了轩然大波。在明治32年呢，被关在警局的年惠就拜托他的弟弟长南雄吉呢，向山形县的警局局长证明他的姐姐呢没有作假，而他的能力呢也是事实。当时的支局长就拿到了一份证明呢，就认可了年惠没有欺诈的行为。但是呢，年惠并没有被因此而释放出来。时间就来到了1900年也就是明治33年。年惠的弟弟呢，由于走投无路以警方非法拘禁为由呢，就将警方告上了法庭，要求法庭呢对年惠进行审判，请求他们释放他的姐姐。当时这个事件就被称为神水审判，在神户地区呢接受了法院的受审。就这样呢，年惠就被送到了法院，接受了公众的审判。根据当时的记录呢，还有媒体的报道
法官就对年会提出了一个问题：被告能否在法院以及公众的面前使用你的特异功能呢？当时呢，年会就回答，他说我可以。年会说，不过呢，这需要一个比较小的私密的环境才可以，我才能够专心的做这件事情。于是当时的大法官立刻就批准了，找了一间空无一物、狭窄的一个小房间，仅供年会呢施展自己的特异功能。这是一场史无前例的特异功能的庭审。而法院的工作人员为了公正起见呢，还为年会脱去了所有的衣物，并检查了年会所有的全身，以确定年会的体内并无藏匿之物。然后工作人员呢就带着这个年会进入了那个小房间，在房间里放上了一个密封口的一个空瓶子，是无法打开的。可是没过一会儿呢，年会就提着装满水的密封瓶子走出了房间，而法庭立刻就派有关部门对这瓶水呢进行了检验，结果呢并无异常，只是呢有一股淡淡的酒味。审判长接着就问这个年会这种水对哪种病症有效呢？而年会就回答呢，所有的疾病都会好转起来的。那这种水能够在法庭上使用吗？年会就说呢，当然可以最终经过一番的审讯呢，年会被判无罪，并当庭释放。有关这一段的记载呢，现在呢仍然保存在神户地区的法院当中。同样的事情呢，也发生在了日本的33年的12月14日的大阪日报上，上面写着迄今为止在日本只有长南年会一人被公认为拥有超能力。后来呢，长南年会也预言了自己的未来。就在长南年会获释后不久呢，他忽然就说到20日以后呢，我将会死去。结果果不其然呢，20天之后呢，长南年会就莫名其妙的去世了，不知道是什么原因。而长南年会死于49岁，但他的面容呢依旧保持着25岁的模样。后人为了感谢长南年会的善举呢，为他还建了一间祠堂，并将他的真身呢保存了下来。地点呢就在长南年会的家乡山形县的鹤岗市南岳寺中的蛋岛堂，又称长南年会堂。虽然这件事情已经经过了这个法庭的公开审判但是还是有不少人在深入调查这一事件。根据当时的调查发现呢，目前流传下来的有关于长南年会的事件呢，主要是由于其弟弟长南雄吉所叙述的以及相关的报道而得到的。所以大阪的朝日新闻呢，曾经在明治33年刊登了长南年会的专题新闻。当时负责这一事件的一个记者呢是角田记者。从他的履历上来看呢，他所做的报道呢都是以事实为依据。不过宣传年会有特异功能呢，大部分都是由长南年会的弟弟长南雄吉来负责的。而长南年会的具体能力呢，也是弟弟描述出来的。因此那名记者想要对长南年会的特异功能进行全方位的采访和测试，以确定他的能力到底是不是真的。那个时候呢，大约有10多个人都是长南年会的支持者，他们也为长南年会祈祷和表示支持。按照长南年会弟弟雄吉所说呢，当时有很多病人都是通过长南年会的灵水而痊愈的。这些人中呢，有很多都是有头有脸的人物，比如说有文化学者啦，有军医啦等等。有记者呢还顺藤摸瓜的就查找线索，结果就发现并没有什么学者和医生喝过年会的灵水。为了更好的了解他到底有没有超能力呢，当年的记者还打算去长南年会那里做一个更深层次的访谈。那事后调查才发现呢，长南年会的弟弟长南雄吉呢，他所言与当时的记录的内容略有不同。根据报道，长南年会是在庭审上早上11点半就开始准备灵水，中间有几次停顿，直到下午3点半呢才出现了灵水。从开始到结束呢，已经过去了4个小时当长南年会拿着瓶子出去的时候，那瓶子里的水并没有像雄吉所说的那样是5颜6色的彩虹的一样的，反而呢是有种类似于红酒的感觉，而里面的疑点就很多。有记者就猜测呢，长南年会呢有可能是把准备好的水偷偷转移了出来。当时的记者就偷偷摸了摸装满了水瓶的水呢，发现那个长南年会提取出来的那瓶水呢是很冰冷的。假设这水如果是从他的身体出来的话，那一定是有温度的呀。难道他那么久出来就是为了特意静置这一段时间吗？而且长南年会出来的时候手里面抱着瓶子记者就推测呢，会不会是一出来呢，他的弟弟雄吉提前就准备好一瓶水呢，上去跟他调了包呢？记者说呢，这就是一种可能的推论。而在这个传言中呢，最引人注目的核心就是法院的审判了。问题的关键就在于长南年会的审判跟他辩出的这个灵水好像没有什么关系。首先呢，根据当时的报道审讯后呢，先后次序为法官的审讯、调查、年会当庭的实验以及灵水的漏面，最终法官宣告无罪。这是他弟弟雄吉所说的。但随后这位记者对当庭的记录进行了详细的调查，就找到了一些关于庭审过程中的问题。
他说在初步的审讯和调查之后呢，法官当时就以证据不足为理由就宣布了长南年会无罪。判决下来之后呢，有几个律师团因为好奇想要看一下年会的这个特异功能，才开始了这一次的实验。而事实上在测试临水之前呢，裁决就已经有了结果，而实验和法庭的判决没有任何的关系，临水实验完全是他们自己决定的，就是说他是个人意愿去做的这个实验，并不是法庭要求他做的。所以记者就觉得这个实验的结果肯定是不好确认的嘛。而且在大阪朝日新闻里面也并没有写明这个瓶子里到底是什么液体。那有可能有些朋友呢会猜测那里面是不是他的尿液呢？首先可以肯定的是，这个实验并没有经过官方的验证。其次呢，判决和实验呢也不是直接相关的。瓶子中到底是不是尿液呢，或者是一些其他的水液呢，无从考究。然而就当时的情况来看呢，也只能说是没有官方的说明，是无法直接做出判断和解释的。至于很多人说年会不吃不喝呢，保持青春，也没有第三者出来证实。只有年会的支持者以及他的弟弟熊吉他们是这样宣称的。在没有24个小时连续监控的情况下，长久的不吃不喝，这是任何人都做不到的。再怎么匪夷所思的事情呢，仔细一查都能够找到一些蛛丝马迹。而记者就认为，年会要是为自己所说的不吃不喝和特异功能这句话来负责的话，所以他有可能是长期用这种方式来展现出自己的超能力，而导致了他就无法获得足够的营养，最终呢，他的身体就造成了极大的损伤。因此在他40多岁的时候呢，因为抵抗力低下等各种原因就出现了并发症，最终才去世。而记者就怀疑他说，他预言自己20多天后会死去呢，就说明他知道自己已经活不了多久。当然了，后人呢还是对年会曾经救助过贫苦大众帮助过更多受苦受难的人抱有感激，所以为他修建了一座灵堂。那说了这么多，这个世界上真的有特异功能者吗？其实早在上世纪末呢，美国的 CIA 就展开了一项为期20年被称为星门计划的超级力量研究项目。该项目指呢在研究人类是否拥有潜在的超自然能力，并且呢他们试图将这种力量用于军事与情报工作。所谓的星门计划呢，并非只有一项，而是一种统称嘛。这份报告中就包含了许多美国政府在1970年至1991年间实施与超自然力量相关的项目。在实验的报告里呢，超自然小组呢就是靠着这种超自然力量而完成了许多任务的。比方说在越南的战争中美军的通灵师就曾经用天眼呢来确定越南军队的位置，为美军的炮火的射程呢提供了精准的坐标。那在70年代呢，他们又成功的确定了苏联导弹和核潜艇的方位。在海湾战争中呢，他们甚至还用这种通灵术找到了丢失的飞毛腿导弹等等。而通灵师的感应能力极强不但可以跨越时空的限制，还可以穿越时间，与古代的火星人亲密沟通。但是整整20年，耗资了2000万的星门计划呢，最终的成果到底是什么呢？这个实验直到1995年才被美军的政府从军队中撤走，而转交给了美国的中央情报局。当中央情报局的人接管了这个项目之后他们才知道这个所谓的星门计划根本就是一场挥霍纳税人金钱的骗局。从实验室中得到的数据呢，大多数呢都是用来证明心电感应的，而至于那几个通灵师的记录呢，更是没有任何确凿的证据，只有一些模棱两可的信息。结果呢 CIA 一怒之下呢，直接就叫停了整个星门计划，并公开了所有有关资料，让这一事件呢就给美陆军留下了不可磨灭的阴影。那无独有偶，在80年代我国也有一些专门研究超自然事件的机构和部门。现在被曝光的只有2个嘛，一个就是宇哥之前讲过的749局，还有一个是507所嘛。没有被曝光的有多少呢？谁也不知道。因为那个时候关于超自然力量的研究呢，在全国都非常的盛行。后来呢，它渐渐的就被大众认为是一种伪科学嘛。有关人体科学研究的杂志也都相继的停止出版了。所以自那以后呢，关于超自然力量的研究就开始走了下坡路。曾经神秘的507所呢，已经不复存在了。现在的507所已经被编入了国防航天医学工程研究所。它的主要目的呢，就是确保航天员的安全、健康以及高效的工作，从而进行各项应用基础研究和应用开发。那随着时间的推移呢，这些带有神秘色彩的机构呢，也就渐渐的都消失了。至于目前还存不存在呢，我们大家都无从得知了。所以呢，大家觉得呢？那么好了，故事呢，宇哥就讲完了。好啦，我们今天节目就到这。这集内容大家还喜欢吗？喜欢的话，点赞留言支持我们一下哟。我们会在每集节目下方留言当中选出一位幸运的粉丝。奖品的内容呢，就是宇哥之前讲过的这一些书籍还有小唐抱过的娃娃。那抽奖的标准是什么呢？
抽奖的标准呢，就是我会在节目下方留言当中呢，选出一个我最喜欢的留言，所以大家要多多留下精彩的留言，吸引我的注意哦。搞不好下一位粉丝就是你呢。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吧，拜拜。拜拜。